神魔和妖怪一脚踢开，要怎么登场才气派？时间太快，不想等待，不能重来。我原地觉醒，才明白要怎么拥有最痛快。一生所爱，一生期待，一世青睐。This is my fight， 你处理失败，我的梦想，我的光荣已不存在。Take back my life, my goals in sight. I give you everything, I have to fight the fight。为爱寻求穿越入海，这绝对是烈在燃烧的舞台，不怕跌入危险地带，指引你的爱随心无处不在。自成一派，任谁安排，为民主宰。你们俩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坐。萧大叔果然深明大义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有一样东西想让你帮我们看一眼。双鱼冰印，你们在哪儿看到这个的？萧大叔，你果然知道这个东西。这个是精灵蝶给出水灵蝶的位置。那你知道双鱼冰印现在在哪儿吗？这双鱼冰印，我曾经在洛仙宫的水牢里见过。洛仙宫？那是在洛仙宫某个隐秘的地方，一处被水环绕的囚牢。听说那里藏有洛仙宫最大的秘密，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。果然，这双鱼冰印就在洛仙宫里。萧大叔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怎么才能进入洛仙宫吗？你们难道没有听懂吗？且不说那水牢极其危险，光是这洛仙宫身处在幻波池深处，四周都是毒雾围绕，我就怕你们还没有见到双鱼冰印，小命就已经不保了。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去送死的。你们也别费心思了，从我这里逃话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。我就知道他不会说的。他本来就忌惮洛仙宫，况且现在萧郎……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了。反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双鱼冰印就在洛仙宫里。怎么不点灯啊？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爹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叶若琳，这天要下雨了，你带上伞吧。爹。
们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大家多吃点啊。好。你吃，云南。哦，不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你现在长身体，你吃。还是你多吃点吧，强身健体。你吃啊，让你吃你就吃。这鸡呢有2条腿的，你们2兄妹就别谦让了啊！今天呢，就看着我跟你们的娘，我们2个长辈吃，这样才叫孝顺吧。好。阿土，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不吃呢？这些菜不合胃口啊？也不知道萧郎现在怎么样了。你吃饭的时候少说点话。英奇哥哥，霍霍，出什么事了？英奇哥哥，我爹不见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什么？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了？他奇奇怪怪的，我问他，他也不理我，他就说要去黑木林。我看外面雨下这么大，便追出去给他送伞，可是他走得很快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我一个人不敢去黑木林。你先别急。霍霍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去黑木林找你爹。阿土，你陪着霍霍啊。哥，等一下，我也去。走。来，霍霍，坐这儿。李交易，我爹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他从来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的，尤其是下雨天。霍霍，没事，你爹一定不会有事的啊。被这些驯灵蛾控制了心神，总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们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呐！张楼主，张楼主，少公主身中剧毒，公主让您即刻回宫。有事，在，这些火力人就交给你了，务必将他们带上船，送往洛仙宫。请主上放心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在做什么？万万不可如此！人面桃花。张楼主识得此毒。据我所知，少公主所中之毒乃人面桃花，顾名思义，中毒者眉心位置会呈现桃花花瓣，随着毒性侵蚀全身，眉心桃花花瓣会逐渐增多，直到最后3瓣全开，人则丧命。
既然您博学多才，识得此毒，不知可否解毒啊？在下只知道，这人面桃花乃慈云山庄的独门奇药。慈云山庄的各种真药奇毒无数，往往都是世人前去求药，根本没有人了解这人面桃花。若想要解药，看来必须亲自前往慈云山庄了。慈云山庄，我洛仙宫与慈云山庄素来无怨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加害狼儿？看来他们活的是不耐烦了。待我前去抢得解药，再成全他们。公主且慢。洛仙宫与慈云山庄素来毫无瓜葛，想来那慈云山庄也没有那个胆量主动招惹洛仙宫。人面桃花是慈云山庄的药，这没错，可又不能确保别人不能够拿到手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洛仙宫戒备森严，何人能有这个机会对少公主下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宫中有内鬼？正是。这洛仙宫一向是平安无事，可偏偏当右长史入宫后，便发生了此等怪事。右长史可是苍虚最器重的弟子，虽然说入宫后他的行为并无太大的纰漏，可他毕竟是外人，难免受人起疑。况且首席长史对他可是情谊深重，儿女私情最容易误事了。说不定他俩现在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。那姓白的，我本就对他不放心。若真是他加害狼儿的话，我定让他碎尸万段。至于云儿嘛，他若是真的背叛了我的话，哼，我也绝不轻饶。公主莫急，我现在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，既可以取回解药为少公主解毒，又可以辨明首席长史的忠心。据张楼主所言，狼儿的毒须得慈云山庄的药方可解毒。云儿，你同右长史去一趟慈云山庄，务必把解药带回来。是，属下领命。还有一事，自右长史入宫以来，我们的行动都横出枝杈。此次狼儿又是在洛仙宫中被人下毒，难免不让人怀疑右长史的忠心。云儿，背叛我洛仙宫之人，你知道该如何做？我整日都陪在右长史身侧，若他有二心，我定能察觉。还望公主三思。我们洛仙宫的规矩是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。况且，现在在这宫中，有能力、有机会对狼儿下毒的人，只有他。所以，我要你趁此次求药之机，杀了他。你和他同饮幻波池中的池水，这洛仙宫中饮水的规矩是洛仙宫先辈创立的，为的就是保护洛仙宫中的女子。他心里清楚得很，若他死了，则对你毫无影响；而若你死了，他却命不久矣。所以，他定然不敢对你下杀手。此事操之在你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
我可怜的云儿啊，你入宫第1日我就告诉过你，不要轻易对别人动心。但他若不是真心对你，又何苦留他呢？云儿，往往最亲近的人，才是最致命的。属下这就去办。那白骨义可不是一般人呢，我们得万分小心才是。如果让他们俩联手把咱们给耍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哼，我怎会不知道这一点？你放心，若云儿舍不得对白骨义下手，我自会让他们去阴曹地府做一对野鸳鸯。云儿，近日洛仙宫是否有大事发生啊？云儿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云儿，你今日脸色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苍白？若是不是，等咱们到了慈云山庄，也让庄主为你诊治一番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刚才想问我什么？我是说，平日看起来平静的幻波池，今日如此热闹，有些奇怪。张楼主用驯灵蛾控制了大批火离人，想要吸食他们的丹火，融化水牢里的双鱼冰印，取出水灵蝶。那些恐怕都是火离人吧？我曾听闻，丹火是火离人的命脉，若将它们取出，火离人便会冰封而死。为了取出水灵蝶，死的又何止他们几个火离人？看来要尽快通知师傅了。若是晚了，恐怕不仅水灵蝶会落在沙燕红手中，就连这些火离人的性命也都保不住了。这毒物是隐匿洛仙宫位置的最好屏障。若要让师傅顺利带人前往洛仙宫，要先将这驱毒之法告诉师傅才行。你叫姨怎么样？昨晚上雨势太大，就算留下了什么痕迹，也被雨水冲刷干净了。怎么办？我爹昨天那么反常，又一夜没有回来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霍霍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再找找啊。霍霍，别担心，霍霍，你爹一定没事的。殷琦他们都分头去找了，说不定他们有所发现呢。霍霍，你昨天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没找到爹，我什么也吃不下。你放心，霍霍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爹的。谁？出来！四方长者，参见于长老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从昨天晚上开始，火离族各个部落的族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我们根据他们留下来的痕迹，一路追查到此。可是我们转了好几圈，也没有发现火离人的线索。看来，消失的不仅仅是小村村的族人。是啊，我们本来想向长老您求助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。现在看来，大家都是追查到此，线索就断了。没错，本来吃了惊雷送来的药丸，丹火暴走的族人全都恢复了正常，大家高兴的不得了。可谁知这才过了1个晚上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药丸。对，就是药丸。失踪的族人都是吃过王惊雷带来的药丸，这王惊雷也不见了，看来一定是药丸有问题。可美娇爷，我跟霍霍也吃了药丸，我们怎么没事啊？大家快走，小心！霍霍。昨天半夜下了大雨，王大叔却连伞都没有带走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你怎么这么残忍啊？喂，这个蛾子看起来那么奇怪，说不定我救了你一命呢。就你，一来一起，我的村子找遍了都没看见你们，原来你们来王大叔家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，程秀才？啊，是这样，前几日啊，苍须派人到玄机门，请师傅去商议要事，可是师傅心爱的那只驴子呀，即将临盆，这师傅不放心离开嘛，所以托我去给苍须掌门送个帖子，解释不能出席的原因。这不是路过小村村嘛，想来看望一下大家。我这也算是荣归故里啊，虽然不用鼓乐喧天、骏马蹄的，可这也太冷清了吧？这人都哪去了啊？哎，这是殉情蛾呀！什么？殉情蛾？这个世界上还有懂得殉情的蛾子啊？那我刚才打死了那只蛾子，等会儿不会又有一只飞过来吧？这蛾子可不容小觑啊！我近几日刚刚在书中读到关于它的记载。等等啊！啊，在这儿，这殉情，殉灵蛾，又名死亡之蛾，向火而生，可通过钻入耳朵呢，寄生于人的体内，尤其喜欢温度偏高的身体。这被殉灵蛾控制的人呢，双目被遮蔽，其意志呢被蚕食，一言一行皆被人操控，如行尸走肉一般，最终会沦为殉灵蛾之首黑金娥皇的附庸傀儡。火离人身怀丹火，本身体温便高，这殉灵蛾又天性向火而生，如此看来，很有可能是有人想用这殉灵蛾控制火离人。哎，程秀才，那你看一看这书里面有没有写过黑金娥皇的事情？你等等啊，看来这个黑金娥皇呀，的确很神秘，就连这古籍当中也没有记载啊。不过，这么危险的东西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等等，这个蛾子可能可以带领我们找到那些失踪的族人。是洛仙宫的人，我们赶快离开吧。看他们的样子，好像是被殉灵蛾控制了。果然是洛仙宫搞的鬼。哎，我们可以学着他们的样子，跟着他们一起过去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洛仙宫了。哎，我就不跟你们去洛仙宫了，我这还有师门重任没有完成呢，总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吧？你们说是吧？也好，那你先回去告诉我娘跟萧大叔，说我跟一南去了洛仙宫，一有族人的消息，我会立马通知他们的。好，好，
你等一下。你快学他们的样子，目光涣散，脚步迟缓，还有眼神呆滞。呆滞。喂，是让你呆滞，不是让你痴呆。把你鼻子擦一擦再跟我讲话。什么鼻子？哦，哎呀，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你受伤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和英吉还有英男发现好多小村村的村民都被训灵娥控制住了，正被洛仙宫的人带走。英吉让我来告诉您，他和英男准备潜入洛仙宫救出他们。你立刻上蜀山，告诉长眉真人，你说火离人的失踪，应该是洛仙宫的阴谋。火离人？什么火离人啊？没时间解释这么多了，记住了，一定用原话传达。哦，好。可是师叔，你的伤……不用管我，快走。好。洛仙宫正在抓捕火离人，意在融化双鱼冰印。只要有足够多的火离人，冰印被融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必须尽快动手。若让蜀山知道了火离人被困洛仙宫，一定又会瞻前顾后，耽误最好的攻打时机。真云真人，追云真人今天召集我们过来，是请我们品苍天花的花茶吗？我想诸位早有耳闻，如今金灵蝶失而复得，对水灵蝶给的指示是一个双鱼状的冰印。我查清楚了，这冰印就在洛仙宫的最危险，也是最隐秘的地方。现在洛仙宫他们正努力地开启冰印，如果诸位
不想让这水灵蝶落在他们的手里，我想我们得赶快行动。可是洛仙宫素来缥缈不定，毒雾笼罩，位置尚不可知，更不要说其中的构造了。虽然我们都知道灵蝶指向洛仙宫，可是也断然不能贸然前往。诸位，这便是洛仙宫的地图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我都配备了船只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攻打洛仙宫。现在我还得到了解毒物的熏香，每个船只都配备了，所以万无一失。既然我们掌握了有利条件，那我蜀山即刻派弟子下山，一同。启禀掌门，蜀山师兄莫不凡求见。各位掌门，大事不好！玄机门弟子重秀才来报，说洛仙宫抓了大批火离人，而且被驯灵娥控制，而百里流光也为了救火离人而身受重伤。是。真影真人，苍须对洛仙宫近况了如指掌，难道你不知道火离人被抓一事吗？火离人身怀丹火，极不稳定，如今又被驯灵娥控制。如果此时我们贸然攻打洛仙宫，情急之下，洛仙宫会让火离人对抗我们。如果我们两败俱伤，那么恐怕就让洛仙宫坐收渔翁之利了。顾此失彼，难道这就是上策？他们先屠了长青一派，杀了玄机门的掌门，现在是大好时机。如果错失良机的话，难道还要继续让洛仙宫祸害人间吗？完全明白，但真人也不必着急，既可以不费一兵一卒，又可以让洛仙宫先放了火离人。其他人的话，沙眼红听不进去，但有一个人的话，他一定爱听。百里流光，正是。以前的百里流光不问世事，但现在他的儿子和他的好朋友火离人都被洛仙宫囚禁。如果他肯开口说服沙眼红，洛仙宫先放了火离人，不是不可能。谁都知道这个百里流光和洛仙宫的沙眼红是什么关系。先不说他反戈一击可能会和沙眼红成为同谋，就算他真的愿意去当说客，需要个1年半载的，难道我们等得了那么久吗？好，以日落为期限，如果百里流光不能说服沙眼红，再攻打洛仙宫也不迟啊。好，既然众位掌门没有异议，那我们就暂且按兵不动，以日落为限。确应。我当说客也不是1、2回了，我现在就去。来，剑圣，先服下这颗凝血丹药。情况我已经听说了，现在有一件事情，必须要你亲自去做，否则，不管是火离人还是蜀山苍须，都会大难临头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阻止一场杀戮。如今各大门派已经商议好，决定要攻打洛仙宫。可你知道吗？洛仙宫抓了一批火离人。而且，你儿子也在其中。如果真要开战，后果是什么？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所以，为避免无辜伤亡，我希望你能说服沙眼红。你真的以为就凭我一个人，就能够让洛仙宫交出水灵蝶？从此不再祸乱江湖吗？剑圣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只希望
你帮我说服沙眼红，日落前把火力人放了。放了以后呢？如今到这份上，该来的谁都跑不掉。洛仙宫被覆灭之事，虽阻挡不了，但沙燕红并非不能活。既然你已经习惯隐姓埋名的生活，日后再带上一个人安稳度日，又有多难呢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看来你早有准备。本来坐这条船是打算去带走狼儿，只是没想到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。日落之前，我会尽力说服沙燕红。我也希望蜀山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。一言为定。但求流光伴红月，只可惜啊，我的名字里头没有月字，要不然就可以印成你这红月阁的名字了。别拿我的诗打趣。这个香囊啊，你要随身带着，里面的香料和船上的熏香是一样的，可以驱散幻波池的迷雾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随意进出洛仙宫了。你就不怕我拿了香囊之后就离开你了？如果你敢离开我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不会离开你。师弟，你踩到我抹布了。哟，不说话没认出来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苍虚新来的擦地老头呢。哼，哎，别闹了。怕什么？如今是掌门仁慈，把他从克己崖放出来，到这儿打扫卫生。难道他还真以为他是昔日的苍虚大师兄吗？不自量力！好了，掌门筹划许久要攻打洛仙宫，刚刚在凌云峰被长眉真人按下了，正在气头上呢。我们啊，还是少生事端为好。走。也对，跟他费什么唇舌？我们走。哼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待我东山再起之日，看哪里还有你们说话的机会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古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师傅，徒儿日日夜夜在克己崖冥思悔过，已经改过自新，不会再自作聪明。如今，听闻师傅正运筹帷幄，计划攻打洛仙宫。
徒儿愿献一己之力，帮师傅达成所愿。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刚刚是没有看到长眉那义正言辞的样子。洛仙宫本来就是邪教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而火力人生性危险，非我正道所能包容。而我苍虚为本的是除邪魔卫正道，他一番说辞，好似我苍虚若擅自攻打洛仙宫的话，便成了不仁不义之辈。师傅，蜀山不愿出手对付洛仙宫，只能说明死的人还不够多。到时候我们找个小门派，多杀他几个人，嫁祸给洛仙宫，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攻打洛仙宫。蜀山也再没有议和的理由。即便蜀山不愿出手，到时候我们苍虚指导洛仙宫，也是名正言顺呐。蜀山要再阻止，也只会失了人心呐。滚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你是在滥杀无辜！弟子失言，弟子失言，师父饶命！师父饶命！师父。可若那些人并非无辜之人呢？相信不来的梦，我愿为你放弃自由。思绪因为你失控，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。相信不来的梦，我愿为你放弃自由。放弃自由。思绪因为你失控，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。看你闯入我的世界，让我毫无防备，就这样付出一切。我痛，心微微刺痛，是你放任爱游走，让我放纵。痛，心微微刺痛，是浪漫还是诱惑？我不敢追问，也不言说。思绪